楚国女帝苏清浅恳请韩先生出山，救我大楚。又一个女帝。10年前，我救下了流落民间的齐国皇室孤女叶离，我亲手扶她登上皇位，又用10年把一个将亡之国推到了天下之巅。可最后，她第一个想杀的人也是我。公子，有人。跟了半个时辰，出来吧。楚国教士局李三元见过韩先生，找我何事？奉我家陛下之命，请先生前往楚国。只要先生愿意，高官厚禄、封王拜相，任何条件都可以谈。这些我曾在齐国都拥有过了。回去吧。先生为齐国立下如此功劳，如今却被扣上谋反罪名，难道您真的甘心躲在山里？什么叫躲？只要公子一句话，数10万大军都会跟您杀回临淄。既然如此，先生为何不反？我要真想反，临淄早就换了主人。可齐国百姓不该替叶离的猜忌陪葬。叶离不会因为您退让便放过您。如今想找到先生的，也不止我们楚国。公子在齐国时，他们被压得不敢抬头，现在公子刚走，一个个便都坐不住了。所以先生更需要一个新的去处。楚国愿以国士之礼相待。你们楚国也是一位女帝？是。那她凭什么不是第二个叶离？我家陛下绝不会负先生。10年前叶离也这样说。回去吧。若陛下亲自来呢？那就让他亲口告诉我，他凭什么值得我再信一次？他拒绝了。是，韩先生不缺权势，他只是不愿再信一次誓言。准备车马。陛下要亲自去。是。可楚国朝局不稳，您若离开寿春，正因为朝局不稳，朕才必须去。世家把持朝政，各地私兵林立，朕再等下去，楚国迟早亡在他们手里。可韩先生未必会答应。他若真无意出山，就不会让我亲自去见他。他是在等朕拿出诚意。先生，这位便是我大楚皇帝。陛下亲自来，也是为了封王拜相。跪！楚国女帝苏清浅恳请韩先生出山，救我大楚。陛下贵为一国之君，何必跪我？因为站着救不了楚国。起来。先生不答应，朕便不起。用下跪逼我点头，这不是诚意。坐下谈。楚国凭什么让我去？因为楚国需要先生。想请我出山的国家不止楚国。先生想要什么，只要楚国给得起，朕都可以给你。10年前，叶离也是这样对我说的。可最后，我得到的却是一纸谋反罪名。先生若真想做皇帝，齐国早就姓韩了。连唾手可得的齐国江山先生都没有娶，朕为何不敢信你？楚国如今已经没有退路，朕愿将兵权和变法之权交给先生，只求先生救我大楚。不过一句承诺，你今日能将权力交给我，来日也能亲手收回。那先生要朕如何证明？为了让我出山，你愿意付出什么？此事不便在外面谈。那便进屋。先生放心，朕既然答应，便绝不反悔。等等，我要的不是……朕已经把能给的都给你了，楚国，你必须去。我想要的是信任。什么？变法时不掣主，出征时不猜忌，哪怕将来我功高盖主，你也不能成为第二个叶离。所以，你昨晚问朕愿意付出什么，只是想要信任。对。那你为什么不早说清楚？我正要解释，是你没给我机会。你属狗的！不管，事情已经发生了，楚国你必须去。我会去。真的？只要你记住刚才的话。只要你不负朕，朕便永远不疑你。回到寿春，朕便与你正式成婚。从今以后，楚国江山也有你的一半。好，楚国我去。公子决定了。今日收拾东西，明早启程。难怪公子这么快便答应了。少胡思乱想。公子在调兵？去楚国之前，总要带些自己人。多少人？足够让楚国那些世家坐不住。陛下，出事了！何事如此慌张？驻扎城外的金龙黑甲军一夜之间全部消失。1万人，怎么可能凭空消失？军营已经空了，兵甲、粮草和战马也全部被带走。主帅赵德奇呢？
死在了营帐之中。传锦衣卫指挥使擅人入宫，万人调动，你们锦衣卫竟然毫无察觉。微臣尚未查明。3日之内，朕要知道他们去了哪里。微臣遵旨。大人，王爷的金龙黑甲军已经出了木林关，赵正安将军也带着数百亲兵随王爷南下了。还有谁知道？只有负责传信的左持。把人处理掉，消息压下，让自己人查自己人，真是笑话。参见王爷！金龙黑甲军、黑硕龙修军，齐国最强的2支精锐，竟然都来了。末将赵正安愿继续追随王爷。木林关怎么办？末将已经将关防交给副将。陛下既然认定王爷谋反，末将留下，早晚也会被当成叛党清算。与其等死，不如继续追随王爷。都是自愿的，无人被迫，可以留下，但从今日起不得再以齐军自居，沿途不得扰民，更不得擅取百姓一针一线。末将领命。金龙黑甲军不是叶离亲手建立的吗？军旗是他赐的，可这些人是我从死人堆里带出来的。叶离怕公子谋反，可他从来没想过这2支军队真正听的是谁。启程，前往寿春。来军止步，未得朝廷军令，任何外军不得靠近寿春。两军驻扎城外，不得入城。韩先生与亲会，随朕进宫。臣不知陛下回来，请陛下恕罪。拟旨封韩子安为大楚一字并肩王、大将军、大司马，贾节钺加九锡，剑履上殿，入朝不屈，暂拜不明。陛下，这些封赏已经不是普通臣子该有的了。朕知道，赵写，你知道这些意味着什么吗？只要我愿意，随时可以取代你。你不是想要新人吗？朕现在便给你。既然你敢给，我便敢接。陛下，宁尹熊毅带着20多名大臣跪在宫门外，要求您收回成命。来得倒快。告诉他们，今日不见，明日早朝，我亲自给他们答复。熊系代表的是楚国世家，朝中官员、地方封地，还有大半兵马都掌握在他们手中。他们若愿意交出权力，我可以留他们体面；若是不愿呢？那便换一批听话的人。陛下，韩子安已经进入楚国，苏清浅封他为一字并肩王、大将军、大司马，还赐下贾节钺、金龙黑甲军和黑硕龙修军，也已驻扎在寿春城外。苏清浅疯了吗？他把这些权力交给韩子安，就不怕他夺了楚国江山？韩子安刚离开齐国，便带着朕的精锐投靠楚国，还敢说自己没有反心？陛下，北境急报，高权率领的10万北境精锐被800名匈奴敲听正面冲垮，匈奴已经集结20万骑兵南下，云中失守，北境各城接连告急。10万大军，怎么可能败给区800人？陛下，魏国宣布停止缴纳岁币，宋国、鲁国也已召回使臣，不再承认大齐宗主国的地位。燕国停止朝贡，秦国正在边境调集兵马，赵国使臣已经连夜离开临淄。他们真以为没了韩子安，大齐便任人欺辱了吗？陛下，如今2支精锐已经离开，北境军心不稳，是否先向匈奴议和？住口！不过少了2万兵马，大齐还有100万甲兵，传令各地军队回援北境。等击退匈奴，朕再一个个清算那些反叛之国。朕会让天下人看清楚，齐国的强盛从来不是因为韩子安。公子，黑冰台急报。黑冰台？我布在九州的耳目，匈奴大军南下，齐国北境失守，魏国等附庸也已经停止缴纳岁币。你才离开多久，齐国便乱成了这样？你担心齐国？这是叶离自己选的路，齐国的事暂时与我无关。明日早朝，先把楚国的问题解决。陛下，臣反对封韩子安为王。巧了，本王今日前来也有一件事要宣布。从今日起，楚国变法，谁赞成，谁反对。变法第1条，废除察举，开科取士，无论世家寒门，皆可凭本事入朝为官。第2条，清账田亩，摊丁入亩。第3条，官员士绅与普通百姓一体纳粮。第4条，各地封地不得私自征税、任官、募兵，军政大权全部收归朝廷。荒唐！寒门与世家同朝为官，士绅还要与贱民一同纳粮。连各家的封地和兵权也要全部交给朝廷。韩子安，
你这不是变法，你这是要断尽楚国世家的根。终于肯说实话了，你们反对的不是变法，是舍不得手里的官位、田地和兵权。祖宗之法不可变，太祖早有祖训，士绅不纳粮，封地可养家兵。陛下若任由韩子安胡来，整个楚国必生动乱。臣反对，请陛下收回成命，绝不能让韩子安祸乱大楚。陛下，韩子安不过是齐国逃出来的叛臣，您将他封王已经坏了祖制，如今还任由他祸乱楚国朝政，难道您真想为了一个外人与整个楚国的世家为敌？朕请韩王来，就是为了变法辞强。陛下可曾想过，朝中官员出自何处？各地郡守县令又是谁在替朝廷治理地方？若是没有世家，谁来替陛下维持楚国？韩王笑什么？本王笑你们把自己看得太重，没有世家，百姓便活不下去了；没有你们，楚国便无人可用。朝堂上的官员皆出身世家，这就是事实。现在的官员出身世家，是因为你们堵住了其他人的路。科举一开，寒门子弟一样能够入朝为官。即便朝堂一时出现空缺，也不过是经历一段阵痛，用不了几年，自然会有人补上。这个天下缺了谁，都一样运转。没了你们的敲鼓息税，楚国只会比现在更好。陛下若强行变法，朝中官员无人听命，各地政令也休想推行，届时楚国上下众叛亲离，这个后果，陛下承担得起吗？陛下，这种祸乱楚国的贼人，就该立刻推出午门斩首。只要杀了韩子安，一切自然恢复如初。请陛下清除奸佞。诸位骂够了吗？本王还有些事情要与几位大臣单独谈谈。太尉向镇南、镇军大将军武安离、户部尚书屈臣、工部尚书景少宗。韩王叫我们做什么？谈谈变法。事无不可对人言，有什么话不能在朝堂上说？本王要和谁说话，还需要先问过令尹。你们5个跟上。韩王若是想劝我们支持变法，就不必白费口舌了。这种变法断的是世家的根，没人会答应。先别急着拒绝，诸位可以先看看，看完以后我们再谈变法。啊，这件事你是怎么知道的？黑冰台想查的事情，很少有查不到的。你信上写什么？与向太尉无关，这些东西不能公开。韩王到底想要什么？本王想要的从一开始就说得很清楚，支持变法，除此之外别无所求。韩王是在威胁我们。本王只是在给你们选择，支持变法，你们依旧可以坐在现在的位置上，只要以后遵守朝廷法令，本王不会翻旧账。若是反对呢？信上的东西，明日就会传遍寿春。至于你们的家兵，城外正好有2万精锐，就凭2万人，韩王便想与整个楚国的世家为敌？黑朔龙阳军与金龙黑甲军能不能做到，你应该比其他人清楚。即便我们答应，其他世家也不会同意。科举、摊丁入亩、士绅纳粮，每一条都在损害他们的利益。若是他们联合起兵，韩王准备怎么办？谁起兵，本王便镇压谁。楚国世家拥有的私兵加在一起足有数十万，哪怕是数十万，也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。本王在齐国打过的仗，比他们见过的兵都多。可若是将世家全部清除，朝廷如何运转？各地谁来治理？你不会以为没了世家，百姓就活不下去了吧？官位出现空缺，便让各部属官暂代。科举展开以后，自然会有人补上。楚国缺的不是人才，缺的是一条让人才走进朝堂的路。变法以后，项家现在的官职和封地如何处理？官职可以保留，封地内的民政、军权、税收必须交关朝廷。韩王可知，这等于削去项家大半根基。本王知道，所以你可以不答应。城外的金龙黑甲军也在等你的回答。罢了，如今各国相继变法图强，楚国若继续被世家割据，早晚会亡在他国手中。项氏一族支持韩王变法。向太尉，你还有更好的选择。屈家愿意支持变法，景家愿意，王家愿意听从朝廷法令，吾家支持变法。很好，诸位可以回去准备了。接下来，楚国恐怕不会太平。项家、王家、武家、屈家、景家全部答应支持变法。他们疯了吗？他们难道不知道变法意味着什么？他们从偏殿出来以后，便立刻改变了态度。韩子安手中一定有他们的把柄。
有把柄又如何？只要韩子安死了，所有事情自然一笔勾销。可城外有2万齐国精锐，项家等5家也未必会站在我们这边。我们联合起来，拥有30余万私兵。我们不是谋反，我们是清君侧。各家立刻调兵前往寿春，逼迫陛下处死韩子安，废除变法。若是陛下不答应呢？那便换一个愿意答应的皇帝。公子，各地世家正在调集私兵，目前汇集起来的兵马已经超过30万。熊业这是想逼宫，若朕不杀你，他便要废了朕。30万人都在向寿春赶来，是，正好，正好，省得本王一家一家去找。对方兵力是我们的2倍，为何不依城而守？这些私兵来自不同世家，军令不一，各怀心思，看似有30万人，实际上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。你准备出城迎战？这一战不但要赢，还要一次打断这些世家的脊梁。陛下听着，韩子安祸乱朝政，妄图毁掉楚国祖制。只要陛下立即处死韩子安，收回变法诏令，诸位家主仍愿奉陛下为君。若朕不答应呢？还请陛下以江山社稷为重。说的这么好听做什么？他若是不答应，你们不就是准备换一个皇帝？回去告诉雄县，想换皇帝就先从本王的军阵上踏过去。令尹大人，苏清浅拒绝交出韩子安。韩子安还说，想换皇帝就先从他的军阵上踏过去。10余万人也敢挡我30万大军？传令，全军进攻！令尹大人，楚军正在后退。哼哼，韩子安也不过如此。楚军虽然后退，阵型却没有散，恐怕是在故意引诱我们压上去。哼，他们兵力不足，除了后会能如何？传令预备兵全部压上！不可！预备兵一旦全部投入，中军便再无兵马应变。胜负就在眼前，还留什么预备兵？全军压上，一举击溃韩子安！王爷，熊轩已经将预备兵全部压上，叛军中军与两翼也被彻底拉开。等了这么久，他终于上钩了。传令金龙黑甲军停止后退，稳住正面。末将领命。通知黑大龙王军从叛军侧后方出击，直插中军。正面各军同时反攻，不要给他们重新结阵的机会。是。令尹大人，左翼遭到黑硕龙傲军突袭，军阵已经被冲散了。黑硕龙傲军怎么会出现在侧后方？让左翼立刻转向。金龙黑甲军也开始反攻，前军快要撑不住了。让各家兵马稳住阵型，谁敢后退，立刻处斩。各家兵马已经挤在一起，命令根本传不下去。再不撤退，我们都会死在这里。胜负未分，谁敢言退？预备兵是你下令全部压上的，现在败了，难道还想让我们留下陪你送死？站住！谁允许你撤退了？家主都跑了，我们还打什么？我不打了！王爷，叛军已经溃败，各家家主正在带着亲兵逃跑，是否命令大军继续追杀？普通士卒弃械跪地者不杀，他们只是各家强征来的私兵，没必要赶尽杀绝。各家主将、私兵统领和参与谋反的世家家主，一个都不能放走。末将领命。成王败寇，老夫无话可说。你不是无话可说，你只是没有想到30万人也会输。今日之败，只因各家军令不一。若是由老夫独自统兵，胜负尚未可知。赢了便是你运筹帷幄，输了便怪各家军令不一。参与调兵围攻寿春的家族，全部抄没私兵、兵甲和粮仓，主谋一律问罪。其余族人只要没有参与谋反，不得株连。韩子安，你若动了楚国世家，整个朝廷都会瘫痪。从今日起，各地封地不再拥有独立征税、任官和募兵之权，所有私兵重新登记。愿意接受整编者归入朝廷军队，不愿者卸甲归乡。臣支持韩王处置。臣附议。臣附议。臣附议。你们背叛楚国世家！不是我们背叛世家，是你们先举兵反叛朝廷。朝中一下空出这么多位置，接下来怎么办？各部侍郎暂代尚书之职，各郡副官暂代郡守，先让朝廷运转起来。以后呢？开科取士，不论出身，只要通过考试，便可入朝为官。从今以后，楚国官位不再由世家世代继承，摊丁入亩与士绅纳粮也一并推行。推行，普通百姓名下田地少，便少纳税；
田地越多，交的越多，官员士绅与世家一视同仁。韩王，如今叛乱刚刚平定，若是立刻征税，各地大族恐怕还会抵触。依法缴税便是楚国子民，武装抗税便是叛贼。本王不会因为他姓什么便改变楚国律法。臣明白了。军机处用于协助陛下处理军政要务，往后朝政不再由某一个家族、某一个令尹把持，所有军国大事最终只能由朝廷决定。准。从今天开始，楚国真的只剩下一个朝廷了。这只是开始。陛下，楚国世家以清君侧为名，集结30余万私兵围攻寿春。韩子安不是自以为用兵如神吗？这一次，朕倒要看看他如何收场。30万叛军被击溃了。是，熊系等人已经被擒。楚国各地世家的私兵、封地和地方任免权也已经被韩子安全部收回。那些世家都是废物吗？30万人，竟然连一个韩子安都杀不了。韩子安手中除了2支骑军精锐，还有项家等5家的10余万兵马，那也是朕的军队。金龙黑甲军和黑朔龙湘军是大齐花费无数钱粮建立的精锐，韩子安凭什么带去楚国？苏清浅在宫中称韩子安为相公，楚国宫中确有此消息。他才离开齐国多久，便如此迫不及待地投降苏清浅？当初朕待他不薄，他却从未对朕有过半分愉悦。如今到了楚国，反倒与苏清浅成双成对。传令下去，朕不要再看见韩子安继续活着。派锦衣卫去杀王爷，刺客还没出发，消息便已经送到王爷手中了。你有问题？臣没有问题，请陛下放心，臣一定将韩子安的人头带回临淄。去吧，不要再让朕失望。臣遵旨。夏侯方，卑职在。陛下命锦衣卫刺杀王爷，让我去？你家中没有父母妻室，也是最容易从齐国消失的人。指挥者是让我假意接下任务，到了楚国以后投奔王爷。你若不愿意，我可以换人。卑职愿意。我会对外说你死在了楚国，将这封信亲手交给王爷。另外告诉他，锦衣卫中仍有许多人愿意继续追随他。卑职明白。什么人？我要见韩王。深夜持刀闯宫，还敢求见韩王？齐国锦衣卫夏侯方奉叶离之命前来刺杀韩王。拿下！等等，属下夏侯方参见王爷。你刚才不是说自己是来刺杀他的？回陛下，属下确实奉命前来刺杀王爷。那你为何主动跪下？锦衣卫本就是王爷一手建立，如今叶离却让锦衣卫来杀自己的主人，属下实在不知道这一刀该怎么动手。齐国皇帝真的不知道锦衣卫中有你的人？他以为清洗了一批人，剩下的便会只听他的命令。锦衣卫里还有多少人效忠于你？这个问题恐怕单人自己也回答不了。王爷离开以后，叶离不断清洗锦衣卫，可越是清洗，留下的人便越恨他。这次指挥者将属下派来，就是希望属下能够脱离齐国。既然来了，便不必再回去。楚国的教士府正缺人，你熟悉锦衣卫的规矩，明日便去教士府报到。多谢王爷。可你若活着留在楚国，叶离很快便会知道刺杀失败。从牢中找一具刚刚处决的死囚尸体，换上锦衣卫的衣服，对外宣称刺客潜入皇宫，被侍卫当场斩杀。就按你说的办。废物，一个刺客，连韩子安的面都没有见到，便被楚国侍卫发现。臣办事不力，请陛下责罚。锦衣卫已经让朕失望一次，朕不会再把希望放在你们身上。传5名隐卫入宫，再将曹公公请来。老奴曹安拜见陛下。前番锦衣卫刺杀失败，这一次，朕要5名隐卫与曹公公一同前往楚国，无论付出任何代价，都要将韩子安的人头带回来。我等离开以后，谁来保护陛下？皇宫戒备森严，临淄城内的一举一动也逃不过朕的眼睛。你们只管速去速回，属下领命。老奴遵命。曹公公年事已高，刺杀韩子安之事交给我们即可。咱家还没老到走不动路，更何况这是陛下的命令。那便楚国再见。 5名隐卫一起出动，王爷未必来得及防备，咱家必须赶在他们前面，先见到王爷。
陛下，宫外有一名齐国太监求见韩王，他说自己叫曹安，叶离的大内总管。让他进来。老奴曹安参见王爷。叶离让你来做什么？取王爷性命。与老奴一同出发的还有叶离身边的5名隐卫，他们没有与老奴同行，应该很快便会抵达寿春。你也是奉命刺杀韩王，为何反而跑来报信？10年前临淄大乱，若不是王爷救命，老奴早已死在乱军之中。叶离可以忘恩，老奴不能。5名隐卫之中，有多少人会真正对我动手？老奴与他们多年没有接触，只知道如今的隐卫首领名叫吴寒立。至于他是否还记得王爷的恩情，老奴不敢保证。你将叶流的命令告诉我，齐国已经回不去了。出了临淄城，老奴就没准备再回去。这些年攒了些银子，本想在寿春置办一处宅院，安度晚年。你还不到60，便准备养老了？楚国宫中缺一位熟悉宫规、能够约束内侍的人，留下替陛下掌管司礼监吧。韩王既然信你，朕便信你。老奴谢陛下，谢王爷。公子，黑冰台刚刚送来的消息，5名隐卫已经进入寿春，落脚在城西的一家客栈。他们竟然来得这么快！他们正在打探皇宫的守卫和换防时间。现在派人将客栈围住。不必，派人准备晚宴，再将外围侍卫撤去一半。明知刺客要来，你还主动撤走守卫？皇宫戒备森严，他们进不来，怎么刺杀我？既然叶离送了这么多客人过来，总要给他们留一扇门。我已经打探清楚了，今夜皇宫设宴，外围侍卫会在酉时换防，负责送膳的宫女会从西侧宫门进入宴殿。皇宫为何偏偏在今日减少守卫？楚国世家刚刚被平定，苏清浅或许认为寿春已经没有人敢反抗他。我们如何混进去？截下送膳宫女，换上他们的衣服，我们将兵器藏在石河下面，靠近韩子安后一起动手。只要动作够快，殿外侍卫根本来不及救他。大姐，你从离开临淄之后便一直心事重重，难道担心我们5人联手还杀不了一个韩子安？我只是在想，动手以后该如何离开皇宫。大姐放心，我已经准备好了退路，只要杀了韩子安，楚国必乱，没有人顾得上追我们。那便按你的计划行动，进宫以后看我眼色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任何人不得提前出手。明白。客人到了，他们手里真的有兵器，都藏在石河下面，放心，暂时不会动手。齐国隐卫首领吴寒立参见王爷。你在做什么？放下兵器，向王爷认罪。大姐，我们奉陛下之命前来刺杀韩子安，你为何反他下跪？因为我自始至终都是王爷的人。叛徒！叶离救了我们，养育了我们，你竟然背叛陛下，投靠一个齐国叛贼！你们还愣着做什么？随我杀了这个叛徒！你们也背叛了陛下！陈姑娘不必再喊了，这里没有人会帮你。曹公公，连你也是韩子安的人。老奴10年前便欠王爷一条命。丽娟，放下兵器，王爷不会杀你。只要你现在放下剑，我可以留你性命。要我背叛陛下，绝不可能！当年若不是陛下将我从废墟里救出来，我早就已经死了。当年将你从废墟中抱出来的，也是王爷安排的人。就算如此，我效忠的也是齐国皇帝，我绝不会向一个叛贼投降。丽娟，陛下该用药了。曹公公和5名隐卫还没有消息，回陛下，暂时没有。算算时间，他们应该已经进入寿春。6名高手同时出手，韩子安这次必死无疑。来人，有刺客！曹安和5名隐卫已经全部离开临淄，现在没人能救你。你是谁？谁派你来的？死人不需要知道。不要杀朕！你想要什么，朕都可以给你。金银、美女、官位、封地，朕可以封你为王。若是这些还不够，齐国半壁江山也可以给你。只要你放下兵器，朕不但不追究今日之事，还会让你成为齐国最尊贵的人。韩子安立下那么多功劳，最后得到了什么？你的承诺一文不值。不要杀我了，我可以给你当牛做马，求你放过我。放下兵器！
属下救驾来迟，请陛下恕罪。你也知道自己来迟了，朕刚才险些死在刺客手上。属下该死。将他押入诏狱，朕要知道是谁指使他刺杀朕。父王，临淄那边有消息了，刺杀失败，人没有死，刺客也被活捉了。说是他在诏狱中招供，夜里很快便会查到胶东。本王原本还想再准备2年。如今胶东虽然有10万兵马，可齐国各地仍有数十万大军，现在起兵，胜算太低。可是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，刺客现在或许已经招供，是要夜里反应过来。第一件事便是调集大军围剿胶东。你的意思是，现在便反？继续等下去，必死无疑。趁临淄还没有防备，10万大军直接西进。只要先拿下皇城，控制叶离，齐国便是换一个皇帝。父王同样姓叶，也是先皇血脉。好，既然没有退路，本王便反了。传令各军，立即起兵，挥师临淄。陛下，楚国传回消息，曹公公并没有刺杀韩子安，他已经留在楚国替苏清浅掌管司礼监。曹安也背叛了朕。还有那5名影卫，说，除了陈丽娟以外，其余4人全部投靠韩子安。陈丽娟拒绝投降，已经死在楚国皇宫。又是这样，锦衣卫刺客是韩子安的人，曹安是韩子安的人，连朕身边的影卫也是韩子安的人。这些人明明吃着朕的俸禄，为何全部效忠韩子安？陛下，大事不好，胶东王反了！你说什么？胶东王叶承茂率领10万大军一路向西，目前已经接连攻下23座城池，前锋抵达安平，距离临淄不到30里。胡说！他是朕的皇叔，他怎么可能造反？军情千真万确，安平守将已经弃城逃回临淄。临淄现在还有多少兵马？城中4大营与御林军合计15万。15万对10万，有事在朕。胶东王起兵了，10万大军已经抵达安平，距离临淄不到30里。胶东王只有1郡之地，他真能凭10万兵马夺取齐国？他的胜算并不高。齐国虽然接连受挫，但各地依旧有数10万军队。胶东王唯一的机会就是速胜。什么叫速胜？赶在各地秦王军反应过来之前，攻下临淄，再控制叶离，以皇族身份接管朝廷。一旦被拖住，秦王军从4面8方赶来，10万叛军必败无疑。叶离赶走公子才多久？匈奴南下，诸国反叛，现在连他自己的皇叔都反了，活该！胶东王为何突然起兵？若真有夺位之心，应该继续积蓄实力才对。叶离刚刚在宫中遭到刺杀，刺客被活捉，押入诏狱。刺客是胶东王派的？应该是。叶承岳不知道刺客是否已经招供，他担心叶离先动手，只能提前起兵。那叶离现在应该怎么办？闭门守住临淄，他有15万兵马，还有城墙和租河，只需拖上几日，各地秦王军便会抵达。可惜，他未必肯守。陛下，胶东王叶承岳的10万叛军已经抵达淄河东岸，临淄现有15万兵马，各地秦王军最快5天便能赶到。只要守住临淄，叶承岳必败。你要朕躲在城中？坚守并非畏战，而是最稳妥的取胜之法。陛下有15万兵马，又有城墙和淄河可守，根本无需冒险。朕有15万精锐，叶承雍只有10万叛军，15万对10万，优势在朕。陛下，够了！匈奴800人击溃10万齐军，叶承岳又一路打到临淄，天下人都在等着看朕的笑话。明日，朕亲自领兵出城，朕要让天下人看看，没有韩子安，大齐照样能赢。陛下，只要守住西岸，叛军便无法渡河。他若不渡，5日后必败；他若敢渡，便趁其半渡，将10万叛军全部埋在河里。秦王军5日后便会抵达，可正面强渡淄河，必遭齐军半渡而击。所以正面渡河只是诱饵。今夜派3万精锐前往上游，秘密渡河，明日再让正面军队假装强渡，将叶离的兵马全部吸引到河岸，然后让3万精锐从侧后方进攻。只要叶离将大军全部压到河边，他便无路可退。若是失败呢？那我们便没有以后了。好，那就赌这一战。他们果然开始渡河了。陛下，
叛军只派出了少量兵马，其余大军仍在东岸，恐怕是在试探。叶承岳已经没有时间了。秦王军5日便到，他除了强渡淄河，没有别的选择。传令前军向河岸推进，等他们靠岸，立即进攻。陛下，西岸地势开阔，大军全部压向河边，后方容易出现空缺。对面10万叛军在淄河东岸，我军后方还能有什么敌人？执行命令。臣遵旨。陛下，叛军前锋已经靠岸，前军正在向河边移动。告诉他们不必着急，等更多叛军上岸，再一举围杀。陛下，村河上游发现叛军。上游有多少人？至少3万，他们已经渡过淄河，正在向我军后方逼近。陛下，正面渡河只是诱饵，必须立刻让后军结阵，挡住上游的叛军。传令前军立刻回援。前军正在向河岸推进，15万大军挤在一起，现在突然转向，军阵必乱。难道要朕眼睁睁看着叛军袭击后方？让前军立即回援，后军向上游结阵，快去！陛下，前军与中军挤在一起，命令传不下去了。15万大军，连转个方向都做不到吗？陛下，上游叛军已经逼近后军，后军正在溃散。陛下，军阵已经乱了，再不撤退，15万大军都会被堵在淄河岸边。朕有15万人，他们只有3万，怎么可能会败？陛下，已经拦不住了，先回临淄。撤！护送朕返回临淄。快，赶紧关上城门。陛下，我军大部分将士还在城外，现在关门，岂不是将他们推向死路？放肆！朕让你关门，你就关门。若是让叛军杀进临淄，城池失守的责任，你承担得起吗？陛下，东门已经守不住了，请您先回皇宫。回什么皇宫？叛军若是进城，皇宫还能守得住吗？西门现在如何？西门暂时没有发现叛军。护送朕去西门。陛下，城中的守军和百姓，朕若落入叶承岳手中，齐国才是真的完了。快走！陛下，城中的守军怎么办？让他们守住临淄，等朕召集秦王大军，自会回来平叛。陛下，能够收拢的将士只有1000余人。朕带出去15万大军，现在只剩下1000多人。废物！15万大军竟然被3万叛军打得丢盔饰甲，连临淄城都丢了。击敌半渡这么简单的战术，你们都执行不好吗？朕养你们有何用？陛下，临淄虽然失守，但各地秦王军主力尚在，各地秦王大军再过几日便能抵达。到时只要合兵围城，叶承岳的10万叛军不足为虑。传令各地秦王军全部向临淄集结，朕一定要夺回皇城。公子，叶承岳已经攻入临淄，叶离从西门逃出，目前正在城外收拢败兵。他带出去的15万大军呢？目前聚集在叶离身边的只有1000余人。他若当初留在临淄，叶承岳根本进不了城。大人，楚国各地也有急报，说各地乡绅世豪拒绝缴税，不少人聚集百姓游行，大骂朝廷苛捐杂税。下邳等地还杀了朝廷派去催缴税款的官员，连朝廷的人都敢杀。是。传令下去，大军集结。本王倒要看看，刀架到他们脖子上的时候，他们还敢不敢抗税？如今朝廷修改祖宗之法，要求所有豪族、乡绅和世家缴纳赋税，若是偷税漏税，数额超过1000两，还要抄家灭族。诸位对此有什么看法？让我们缴税，简直是做梦。士绅不纳税是祖宗定下来的规矩，九州这么多国家，从来没有哪一国要求士绅纳税。一个从齐国逃出来的人，到了楚国便想修改祖制，他凭什么？可朝廷刚刚清除了熊家等世家，城外还有韩子安带来的2支精锐，若是我们公开抗旨，会不会招来朝廷大军？所以今日请诸位前来，就是商议应对之法。朝廷能清理几个世家？难道还能杀尽楚国所有士绅？若没有我们，地方官府如何运转？朝廷的政令又由谁来执行？是，那以老先生之见，我们该怎么做？他不是想让我们缴税吗？那我们便让朝廷看看这条政令会有什么后果。明日张贴告示，痛斥地方官员苛捐杂税，欺压百姓，在少朝当地百姓与我们一起抗税。哭庙聚集文人士子和百姓前往文庙，只要参与的人足够多，地方官员便不敢动手。
到时楚国各地一同联名上书，逼朝廷取消政令。好，就这么办。明日我赵家先出人张贴告示，诸位也将各家的家丁和电工召集起来。这一次定要让朝廷收回成命。王爷，下邳急报，当地乡绅煽动百姓冲击太守府，太守已经被害。参与闹事的赵婉豪等人正在准备联名上书，要求朝廷取消士绅纳粮。赵家带了多少家丁和私兵？城中大部分乡绅都已聚集到赵家，加上家丁和乡勇，大约有2000余人。传令赵正安，带兵前往下邳，被裹挟的百姓准许自行离开，带着私兵抗旨的人，全部按叛乱处置。臣遵旨。奉陛下旨意，从今日起，楚国境内无论身份、爵位还是有没有功名，全部按照田产与收入缴税，抗旨不缴者，按叛国罪论处。士绅不纳税是老祖宗定下来的规矩，九州数百个国家从未有人要求士绅缴税，你可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？这么说，赵家主是不愿意配合了？今日站在这里的都是下邑有名望的人，你若敢动我们，整个楚国的士绅都会反对朝廷。肃经朝堂，处理几家士族也就罢了，难道朝廷真打算杀尽天下士绅？若是没有我们，楚国如何运转？朝廷派到下桥催交税款的官员是谁杀的？参与冲击太守府的人已经招供。赵武豪派家丁混在人群中煽动百姓，太守府大门也是赵家的人带头撞开的。胡说！那是百姓不满苛捐杂税，与赵家有什么关系？赵家府中是否藏有兵器？探子已经查明，府内藏有长刀、弓弩和铠甲，可以武装2000余人。煽动百姓，杀害朝廷官员，私藏兵甲，聚众抗旨。赵家主还有什么话说？你想做什么？最后问你一次，朝廷的税，赵家交不交？我赵家世代有功，你们不敢动我。将参与杀害官员、私藏兵甲和聚众抗旨之人全部拿下，其余没有参与此事的百姓立即离开。你们真敢动手？王爷的命令不是用来吓唬人的。王爷，下邳赵家被查之后，各地乡绅士豪纷纷聚集家丁和私兵，有人封锁县衙，拒绝朝廷清查账册，还有人煽动百姓，杀害催缴税款的官员。参与的人有多少？目前已经牵涉10多个郡县，还有不少世家正在暗中串联。但凡武装抗税者，全部以造反罪顿处。传令各地驻军以平叛的名义出兵，被裹挟的百姓准许自行离开，主动放下兵器者收押审查，拒不缴械者按叛军处置。臣遵旨。各地世家拥有不少私兵，仅靠当地陆军，恐怕无法迅速平定。调动楚国7成兵马，金龙黑甲军与黑朔龙翔军分赴各地，配合当地驻军平叛。他们临时聚集起来的私兵，挡不住朝廷大军。从今日起，在黑冰台设立税务局，各县县的商户、地主、乡绅和世家，全部按照收入与田产缴税。选择老实缴税的，也要核查账册。谁知道他们有没有偷税漏税？那些有功名爵位在身的人呢？一样，不管他们是什么身份，在楚国赚了钱，就算只有1个铜板，也得把税交了。黑冰台负责查账，各地官府负责征缴。属下明白。陛下、王爷，各地武装抗税已经平定，补缴的税银和粮食也在不断运往寿春。目前已经入库多少？国库和粮库已经快装不下了。陛下，各地士绅补缴的税款总计3亿7900万两，缴纳的粮草共计470万梛，这还没有算上查抄武装抗税者所得的田产、金银和粮食。寿春国库还能放下多少？已经放不下了，剩余金银只能暂时存放在空置宫殿，寿春粮仓也只装下了不到1/5，后续粮食还在不断运来。命人在寿昌扩建粮仓，同时在江陵和夏宴修建新仓，粮食就近存放，不必全部送到寿昌。臣遵旨。相公，你杀伐太重，这么做会不会有伤天和？鬼神之说本就虚无缥缈，那些人欺压百姓、霸占良田，背地里做过多少恶事，恐怕连他们自己都记不清。我不敢说自己是在替天行道，但至少问心无愧。百姓勤勤恳恳耕种1年，照样要向朝廷缴税，凭什么那些锦衣玉食的士绅反而1文钱都不用交？
话虽如此，可这件事毕竟没有先例，日后对外征战，其他国家的士绅恐怕会拼命阻挠楚国。而且如今朝中大量官位空缺，许多政务已经无人处理。陛下不用担心，变法总要经历一段时间的阵痛，等科举选出新人，空缺的官位自然会有人补上。至于其他国家的士绅，等楚军打过去，他们同样要照章缴税。公子，齐国方面的最新消息。又是齐国。说了什么？夜里已经聚集各地秦王军，将临淄团团包围。他几次攻城都没有成功，现在正花重金收买城中的内应。有人答应他了？他派去的人找到了一名黑冰台成员。叶离花费重心在临淄城中到处寻找内应，结果找到了黑冰台的人头上。是，那人是临淄赵氏武馆馆主赵振虎。叶离的人答应事成之后封他为侯，还会赏赐黄金10000两。赵振虎没有直接答应，而是先将消息送到了寿春。相公，你打算怎么做？我觉得让叶灵继续留在城外也不错。他若是收复临淄，很快便能腾出手应对外敌。可惜，终究还是功亏一篑。你要让赵振虎打开城门？就算我不答应，临淄城中的叛军也坚持不了多长时间。而且有些事情，我想亲手去做。齐国若是这么轻易便覆灭，恐怕会成为我一生的遗憾。将命令传回临淄，让赵振虎按照叶离的要求接应齐军入城。属下领命。关主，寿春怎么说？王爷同意了。夜里与我们约定的时间是今夜3更。如何动手？先派人在城东放火，将叛军的注意力引过去，其他人随我前往西门。等城外齐军发起进攻，我们便打开城门。明白。陛下，城中赵氏武馆已经给出答复，今夜3更，他们会在城中放火，接应我军入城。你说的可是真的？千真万确，这是赵振虎亲笔写下的回信。好，好，好！真不愧是我大齐子民，当真是忠君爱国的义士。待朕评判过后，定然要厚加赏赐。传令下去，今晚杀牛宰羊，犒赏3军，待3更时分收复临淄，剿灭叛军。关主，城东起火了，叛军正在往城东调人。城外呢？齐军已经靠近西门，正在等我们的信号。放下吊桥，打开城门。陛下，城门开了！传令各军立刻入城，先控制西门和附近城墙，不许给叛军重新关门的机会。王爷，少将军，大事不好了！哪里出了问题？刚刚有一伙黑衣人突然控制西门，齐军同时从城外发起进攻，内外夹击之下，西门守军根本无法抵挡。现在西门已经失守了。你说什么？齐军进城了吗？已经进来了，西门和附近城墙都落入了齐军手下，后续兵马还在不断入城。现在事态紧急，你速速带兵前往西门驰援。儿臣领命。全军听令，火速前往西门，务必将齐军赶出去。哎呦呦，这不是朕的表兄吗？怎么不在胶东当你的胶东王世子，反而跑到临淄来了？这段时间在临淄住的可好？朕对表哥可是日思夜想，每天都恨不得将你抽筋扒皮，碎尸万段。叶离，你也就只能仗着身后的齐军在这里狐假虎威。当初也不知道是谁被我杀得丢盔卸甲，犹如丧家之犬一般逃出临淄。你别以为收复了临淄便万事大吉，齐国有你这样的废物皇帝，离亡国也不远了。成王败寇，你现在也只能逞口舌之力。可惜，终究是功亏一篑。父王，孩儿先走一步了。王爷，少将军已经战死，宫门也失守了。陛下，叶吉已经战死，叶承茂也在大殿内自尽，临淄城中的叛军已经全部平定。我军损失如何？从血河之战到收复临淄，齐军伤亡、失踪和溃逃者合计超过20万，其中4大营与御林军损失最重。虽然此次齐国元气大伤，但叛乱追究还是平定了。朕的文治武功也算更上一层楼。10年前，整个齐国烽烟四起，在大夏将倾之际，朕都能拨乱反正，将齐国重新回到正轨。
如今不过是一场小小的叛乱，还不是被朕轻易平定？哼，也不知道是谁给了这对父子自信，竟敢起兵谋反。可惜一个自尽，一个战死，都没给朕亲自出气的机会，真是便宜他们。不过也无所谓，后面还有那些不知死活的小国，朕现在已经腾出手了，他们也该准备好迎接朕的怒火了。叛乱虽然平定，但周边各国趁火打劫，侵占了齐国大量领土。这一次，朕不但要收复失地，还要让他们付出代价。陛下，如今齐国刚刚经历一场血战，将士疲败，粮草损耗也十分严重，不若先休养生息，待来年新军组建完毕，粮库充盈，再出兵也不迟。难道就要让那些跳梁小丑继续暴打吗？陛下，小不忍则乱大谋，万万不可意气用事。微臣以为我军刚刚平定叛乱，正是士气高涨之时。那些弹丸小国看似人多势众，实则不过是一盘散沙，我军完全可以逐个击破。此计正合朕意。此番出征，朕打算再次御驾亲征。朕什么时候说过这是在征求你们的意见？此番御驾亲征，朕意已决，谁再敢反对，直接抄家灭族。明日，朕亲率30万大军挥师济水，进攻魏国。镇北将军屈绍、左将军关景云、骠骑将军高平各率10万大军，收复北方、南方和西南方失地。那些敢侵吞齐国领土的小国，朕要让他们10倍、100倍的吐出来。如若有敢抵抗者，国灭！陛下，魏军正在后撤。陛下，魏军虽然退了，但军容整齐，并没有溃败之势。穷寇莫追，恐怕其中有诈。魏军已经败了，你还想放他们离开？传令下去，全军追击，务必要将魏军彻底围歼，不得放跑一兵一卒。陛下，前方出现了一支军容完整的魏军，我军后方也有魏军出现，退路已经被截断了。退路什么时候被截断的？你们就没有一个人发现吗？陛下，魏军的包围圈还未稳固，应当立刻集中兵力冲破后方防线，否则一旦被彻底合围，我军便再无逃生的机会。刚才让你们冲锋，连魏军仓促结成的阵型都冲不破，现在退路被截断，又来催促朕下令突围，朕要你们有何用？陛下，我军接连突围失败，魏国援军也已经赶到，如今外围魏军已经超过50万，军粮若继续削减，只能勉强支撑3天。除了部分将领的坐骑，军中的战马已经全部吃光了。陛下，军中10几名将领昨夜带着亲兵投奔魏军了。投奔魏军？难道朕真的错了吗？何必麻烦自己，让御膳房的人做不就行了？那些人毛手毛脚的，还是让妾妾来吧。剩下的我自己来。我们都在一起这么久了，相公何必这么生分？只是不想麻烦你而已。妾身愿意，又怎么能算麻烦？陛下，边境急报，说吴国联合蔡国、唐国出兵23万，兵分3路，大举进攻楚国边境。海阳、广陵、建阳3城已经失守，赵关岌岌可危，还请陛下尽快发兵救援。吴国为何突然出兵？想不到那些人还挺有能耐，这么快就说动吴国出兵了。哪些人？你先出去。奴婢告退。之前因为税务的问题，不少乡绅士族选择了武装抗税，看到抵抗吴国，其中一部分人便带着族人逃出了楚国。楚国东部和北部逃走的乡绅，大都去了吴国。估计就是这些人干预了吴国的决策，想借吴国的大军打回来。为了不缴税，他们竟然不惜引敌国进攻楚国。在他们眼中，家族永远比国家重要。不过事情既然已经发生，现在也没必要再追究吴国为何出兵。海阳、广陵、建阳已经失守，昭关若是再丢，吴国大军便能长驱直入。楚国新军能否立即出战？新军组建的时间太短，兵员还在招募，军阵没有练成，武器和铠甲也没有配齐，现在把他们送到战场上，只会白白送命。那还有多少兵马可以调动？金龙黑甲军、黑朔龙王军，共计2万人。吴蔡唐3国联军有23万，只带2万人，会不会太冒险了？兵贵在精，不在多。真正能决定战场胜负的，从来不是人数最多的那群乌合之众。你要亲自去昭关？你在城中安心等我凯旋便是，用不着担心。相公，
战场之上刀枪无眼，若是不敌，千万不要逞强。一群土鸡瓦狗罢了，我争取15天内回来。传令两军，立即集结。王爷，昨日您率军抵达以后，联军曾派前锋试探，两军交战不到半个时辰，联军便损失数千人，全部退回了大营。从今日清晨开始，无论我军如何叫断，他们都不肯再出来。试探一次便缩回营中，看来他们已经不敢再与我军正面交锋。近20万大军，碰了一次便缩回营中，我带来的又不是200万大军。王爷，是否继续派人校阵？先不用。那我们强攻联军大营？2万对20万，还要主动强攻营寨，我还没有蠢到这个地步。他们每日需要消耗多少粮草？关外接近20万人，仅军中士卒每日消耗的粮食便是一个极大的数目，再加上战马、民夫以及其他辎重，后方的粮队几乎没有停过。打仗打的就是后勤，先为不可胜，以待敌之可胜。王爷的意思是，我们继续与他们耗下去。我军满打满算不到3万人，粮草供应不是问题，他们却要养活近20万大军。只要粮道一断，这座大营自然会乱。联军的粮草都是从长江下游运来，沿江道路虽多，但真正能供大批粮车通行的只有2条，只要绕过联军大营，便能抵达他们后方。你亲自带人过去，不要急着跟护粮军正面交战，先截住粮道，再毁掉他们的粮草。末将领命。沿江征调战船，联军一旦溃败，我们立即渡江，不给我喘息的机会。末将遵命。大人，黑兵台急报，叶离已经带着残兵从魏军的包围中突围，齐军主力几乎损失殆尽，魏国和宋国的大军正在向临淄逼近。这封信是叶离亲笔写给您的。现在跟我说是误会，说自己听信了小人的谗言，还让我回齐国。回去是不可能回去的，但齐国不能现在就灭，让黑兵台干预一下魏国的动作，让他们适可而止。宋国那边也一样。属下明白。赵正安那边进展如何？回大人，赵将军已经截断吴军的粮道，吴军派兵争夺了几次，都没能将粮道夺回去。联军大营中的粮食越来越少，内部已经出现骚乱。我知道了，你下去吧。是。王爷，联军大营有动静，他们出营了。联军主力正在拔营，前军已经离开大营10余里，正在赶往被赵将军截断的粮道，后军还在收拾辎重，整支队伍已经被拉开。赵正安那边如何？赵将军已经带兵守住粮道，联军前锋正在向他逼近。传令赵正安守住粮道，不要让联军继续前进。金龙黑甲军留守昭关，黑索龙将军随我出城。王爷准备什么时候动手？等天黑。联军急着夺回粮道，前后兵马已经脱节，我们从后方进攻。王爷，赵将军已经挡住联军前飞，对方数次进攻都没能冲开粮道，联军后军尚未赶到，中军已经挤在道路上。联军中军距离我们还有多远？不足3里。黑索龙骁军听令，进攻联军后方，撤！王爷，联军后军已经溃散，中军兵马也开始丢下兵器投降。接收投降的士卒，先控制联军主力，不必追赶四散的逃兵。末将领命。启禀王爷，联军主力已经溃散，我军阵亡371人，受伤615人，联军被歼2万，10万余人放下兵器投降，其余兵马已经四散逃走。阵亡将士均全部厚葬，受伤将士全力医治，不得耽搁。末将遵命。俘虏是否已经控制？已经集中看管在昭关城外，没有发生骚乱。先看管起来，后面再统一处置。是。王爷，渡江所需的战船已经准备妥当，联军主力溃败后，长江沿岸的吴军已经开始撤退，留下昭门守军看管俘虏，其余兵马准备渡江。末将领命。王爷，驻守江畔的吴军已经放下兵器，请求投降。他们没有抵抗。昭关联军主力溃败，10万余人被俘。江防守军得知消息后，已经没有继续作战的心思。收缴兵器，留下兵马接管江防，其余人前往金陵。
把车上的东西全部卸下来，立刻清开城门。这些都是我家的财物，你们谁也不准动。楚军就要到了，城门关不上，所有人都走不了。将军，楚军骑兵已经逼近东门，关闭城门。王爷，门洞被世家的马车堵住了，城门关不上。夺下城门，末将领命。王爷，东人已经拿下，控制城墙，全军进城。大人，东门失守了，楚军已经进入金陵，正在向太守府逼近。东门怎么会这么快失守？城中的世家车队堵住了门洞，守军无法关闭城门，楚军直接攻了进来。去西门，立刻离开金陵，把道路让开。本官是金陵太守。大人，楚军追来了。求王爷饶命！只要不杀我，我愿意把所有财物都交出来。他就是金陵太守，正是袁小雨。押下去。是。王爷，金陵四门已经全部控制，城中守军也已经放下兵器。城中情况如何？除了城门附近有些混乱，没有发生大规模骚乱。约束军纪，不得扰民，封存府库、粮仓和兵械库。没有本王的命令，任何人不得擅自动用。末将领命。城中的世家豪族如何处置？愿意交出账册、补交税款、遵守楚国法令的，不再追究；带兵抵抗、拒不服从的，依法处置。末将明白。先恢复城中秩序，其他事情等金陵稳定以后再处理。陛下，昭关联军已经溃败，10万余人被楚军俘虏，剩余兵马也已四散。楚军随后渡过长江，攻入金陵。如今金陵四门已经全部落入韩子安手中。陛下，吴军主力已经损失殆尽，金陵又是吴国北方门市，若是韩子安继续进军，吴城恐怕也难以保绝。臣请陛下立刻派遣使臣与楚国议和。不可！我吴国立国600余年，何曾向他国割地求和？吴国之人都是慷慨悲歌之士，哪怕战至一兵一卒，也绝不能向楚国低头。臣愿领兵出征，只要吴国上下同心，未必不能击退楚军。吴国主力已经折损，拿什么继续打？难道一定要等到吴城失守才肯求和吗？若是连国家都亡了，又拿什么面对列祖列宗？陆成武，朕问你，若是朕将吴国剩余兵马全部交给你，由你抵挡韩子安，你有几成胜算？你刚才不是还要与楚国死战吗？现在怎么不说话了？若是依托吴城死守，末将有5成把握。5成？事关吴国存亡，你就给朕这样的答案？朕意已决，派遣使臣前往金陵，与韩子安议和。陛下，此事不必在意。吴国使臣拜见韩王。吴国派你来做什么？我家陛下不愿继续看到两国将士死伤，特命外臣前来，请韩王停止进军，与吴国议和。议和可以。吴国割让1半国土，从明年开始，每年拿出1/3赋税作为岁币交给楚国。韩王，这样的条件是否太重了？割让1半国土，吴国从未有过这样的先例。吴国联合蔡国、唐国发兵进攻楚国时，也没有问过楚国愿不愿意。外臣只是奉命求和，如此重大的条件，外臣无权答应。那便回去问姬文昭，吴国若是不答应，楚军继续进兵。外臣明白。王爷，吴国会接受吗？吴国主力已经没了，他们没有其他选择。韩子安要求吴国割让1半国土，从明年开始，每年再拿出1/3赋税作为岁币交给楚国。1半国土，还有每年1/3的赋税，韩子安为何不直接将吴国灭了？陛下，韩子安欺人太甚，臣愿率领剩余兵马与楚军决赌死战。你刚才不是说只有5成胜算吗？韩子安此次出征带了多少楚军？金龙黑甲军与黑硕龙贤军共计2万人。只有2万人？是。楚国新军和各地守军并未参与此次出征。陛下，吴城城高墙厚，只要倾尽全国之力，未必不能。不必说了，若是拒绝，韩子安下一步便会继续向吴城进军。吴国已经承受不第2场大败，就按照韩王的条件办吧。我家陛下接受韩王提出的全部条件，
这是吴国割让疆域的地图以及正式国书。回去告诉季文昭，吴国交出国书中划定的疆土，按约缴纳岁币，这一仗便到此为止。外臣会将韩王的话如实转告陛下。派人接管吴国割让的郡县，原有官员暂时留任，先维持当地秩序，不要急着大规模更换人手。末将领命。驻军进城以后，约束好军纪，任何人不得借接管城池之名侵占百姓财物。末将明白。陛下，吴国已经接受韩子安提出的条件，吴国割让一半国土，还要每年向楚国缴纳岁币。朕错了，朕真的错了，朕不该听信小人的谗言。如果你还在齐国，齐国又怎么会承受今日的屈辱？以前是朕嫉妒你的才能，也忌惮你功高震主，可那些功劳本就是你一刀一脚拼来的。以前的朕坐井观天，总想将所有功劳独揽在自己身上，到头来却让齐国走到了今日这一步。齐国变成现在这副样子，都是朕一意孤行造成的。若是上天再给朕一次机会，朕一定不会再怀疑你。回来吧，只要你愿意回来，以前的事情朕可以全部不再追究。你依旧是大齐的韩王，立刻送去楚国，必须亲手交给韩子安。遵旨。大人，临淄送来的信，叶离亲笔所写。我与他之间缘分已尽，送回临淄。你我之间缘分已尽，日后若是再见，只能是在疆场之上，岂有此理！朕都已向你道歉了，你还想怎样？面对朕的道歉，你竟敢说缘分已尽！韩子安，你是不是忘了，是谁给了你施展才能的机会？又是谁将你抬到现在的位置？若不是朕，你能有今日的地位和名声吗？他真以为齐国离了他，便再也无人可用？传令下去，朕要向整个天下发布求贤令。陛下准备如何招揽贤才？无论出身，只要有真才实学，都可以前来临淄。有能力治理一县者，朕便授予县令；有能力统兵者，朕便授予兵权。若是真有惊天伟地之才，封侯拜相也未尝不可。奴才明白。在临淄设立会贤阁，凡是前来投奔齐国之人，全部由朝廷负责接待。朕就不相信，整个天下只有一个韩子安。无论出身，皆可入朝，只要有真才实学，便能得到重用。看来陛下确实准备重新整顿齐国朝堂。梁兄，你准备响应求贤令？你我读书求学，不就是为了入朝为官、安邦定国吗？如今齐国正值危难之际，若慢重用，未必不能施展胸中抱负。梁兄，万万不可！自从何出此言？梁兄可知道韩王？你说的是韩子安？齐国能有过去10年的繁荣，韩王功不可过。他平定内乱，扶庇陛下登基，又让齐国成为9州最强之国。这样的人，最后得到了什么？韩王没有结党营私，也没有谋权篡位，可只因为功劳太大，便被扣上谋反罪名，被迫离开齐国。韩王离开以后，那些曾经追随他的人也接连受到清洗。这些事情当真？你我相识多年，我何必骗你？你若入朝为官，没有功劳，随时可能被罢免；若是立下大功，又可能重蹈韩王的覆辙。如今这份求贤令将齐国过去的功劳全部算在陛下身上，可真正让齐国强盛起来的人，现在就在楚国。梁兄，君不见韩子安乎？你若真想施展抱负，不如前往楚国。韩王识人善任，以梁兄的才学，在他手下至少不会因为功劳太大而获罪。这些年，我听说过不少关于韩王的传闻，但未曾亲眼见过，也不好轻易判断。我先前往楚国，若韩王真如传闻中一样，我便留在楚国；若不是，我再回齐国，这才是稳妥之举。出征的时候，你说15日内便能回来，若是再晚一些，朕便要派人去金陵找你了。金陵刚刚归入楚国，总要将事情安排妥当。2万人面对23万联军，你走之前说的轻巧，可这些时日，朕连一个安稳觉都没睡过。我不是平安回来了吗？这一次是回来了，以后再遇到这样的事情，也不能什么都不跟朕商量，便带着2万人出征。好。
你就没有别的话要说？让陛下担心是我的不对。这还差不多。陛下，文武百官已经在大殿等候。走吧，也该让满朝文武看看你这次带回来了多少东西。启禀陛下王爷，此次征讨吴国，楚国共得11郡、32县，新增272500户。按照各地登记的人口计算，约有136万人。金陵已经正式归入楚国，吴国已经递交议行国书，蔡国、唐国也先后接受了楚国提出的条件。从明年开始，3国每年都需拿出1/3赋税作为岁币送入楚国。新德郡县的情况如何？回陛下，金陵以及周边主要城市已经稳定，当地官员暂时留任，楚军也已接管府库、粮仓和城防。新德郡县暂时维持原有秩序，所有官员重新登记，逐步核查，没有查出问题的，可以继续留任。楚国的税法是否立刻推行？先恢复商路，打开金陵及周边各城的市场，除了兵器与违禁之物，正常货物不再限制流通，粮仓和府库全部封存清点，任何人不得借接管城治之机中饱私囊。末将领命。楚国同时得到11郡、32县，迫使吴、蔡、唐3国割让疆土，按年缴纳岁币。这已经是楚国数十年来最大的一场胜利。土地拿下来不算本事，能让这些地方稳定下来，才算真正归入楚国。那便依韩王所言，新德郡县先休养生息，楚军也暂时休整，不再继续扩大战事。陛下圣明。大人，临淄传来消息，叶离设立的会贤阁已经连续多日无人登门。最初虽然来了10几个人，但大多只会夸夸其谈，并没有真正能用的人才。叶离有什么反应？他认为各地士子有意羞辱朝廷，已经命锦衣卫查问那些公开绝求贤令的人，还有人因为议论您的遭遇，被扣上了不忠朝廷的罪名。求贤靠的是识人和用人，他却想靠锦衣卫逼人入室，这件事不必再定了。王爷，府外有一名叫梁延清的书生求见，让他进来。是。草民梁延清拜见韩王。琅琊梁氏出身，16岁写下《强国论》，曾在齐国朝野引起不小的议论。17岁出任江山县县令，后来因为不满地方官员苛捐杂税欺压百姓，辞官离开齐国。此后周游列国，至今已经10余年。草民不过是一介布衣，没想到韩王连草民过去的经历都知道。黑冰台不会无缘无故调查一名普通百姓，但一个16岁便能写出《强国论》的人，不算普通。韩王对天下情报的掌控，远超草民想象。说说吧。叶离已经发布求贤令，你本来准备前往会贤阁，最后为何又离开齐国来到寿春？草民寒窗苦读10余年，又周游各国，四处求学，为的便是有朝一日能够施展胸中抱负。叶离发布求贤令时，草民确实动过心。可草民后来想明白了一件事。什么事？齐国连韩王都容不下，草民若是没有功劳，便得不到重用；若是真立下大功，又可能重蹈韩王的覆辙。草民不敢将自己10余年的所学交到这样一位君王手中。天下国家众多，你不愿留在齐国，为何偏偏来到楚国？千里马常有，伯乐不常有。草民相信韩王愿意给真正有才能的人一个机会。你称本王为伯乐，这个评价倒是不低。可到目前为止，本王还没有看出你有什么过人之处。那本王问你，想要取得天下，最关键的是什么？天下兵强马壮者得志。本王还以为你会回答得民心者得天下。民心自然重要，百姓愿意拥护朝廷，军队才会有粮有饷，国家才能长久稳定。可若是没有足够强大的军力，连疆土都守不住，又如何谈论天下？照你这么说，只要兵强马壮，便可以取得天下。兵强马壮可以夺取天下，却未必能够坐稳天下。军队是进取之本，民心才是长治之基。若是只知道穷兵黩武，让百姓活不下去，即便一时得到万里疆土，最终也会分崩离析。所以你认为军力和民心缺一不可？正是，没有军力得不到天下，没有民心守不住天下。过去的齐国兵强马壮，国力冠绝，为何没有取得天下，反而在本王离开之后接连战败？国家想要强盛，君臣之间缺一不可。君王可以才能不足，
但必须会识人用人，更要敢于相信真正有能力的大臣。过去的齐国之所以强盛，是因为韩王在。叶离却把齐国的强盛当成了他自己的功劳。他既没有识人之能，也没有容人之力，再强大的军队交到他手里，最终也只会被白白葬送。你的回答算不上完美，但至少不是只会背诵书本上的话。韩王愿意给草民机会。楚国刚刚得到11郡32县，各地的户籍、田亩和赋税账册都需要重新核对。你先留在王府，协助本王处理这些政务。草民定不会让韩王失望。在本王这里，不看出身，也不听空话，能不能真正留下，要看你做出来的结果。草民明白。明日之前把这3册全部看完，告诉本王账册中有哪些问题。是。你才从金陵回来几天，便又整日待在王府处理政务，现在连外来的书生都要亲自接见。11郡刚刚归入楚国，户籍、田亩和官员任免都要重新整理，不能全部交给下面的人。朕知道你忙，可你白日处理朝政，散朝后又回王府看账册，继续这样下去，身体早晚会撑不住。陛下这是在担心我？朕只是不想刚找到一个能救楚国的人，便让他累倒在书案前。那今晚不看账册了。当真？陛下亲自下令，我岂敢不从？有刺客！保护陛下！你受伤了，只是擦破了皮。全部押到偏殿。朕要知道是谁派他们来。说，我们要杀的只有韩子安。幕后主谋是谁？这是从你身上搜出来的。令牌出自一名因武装抗税而被查处的世家家主。你继续不开口，黑冰台一样可以查到。家主说，韩子安毁了各大世家数百年的基业，只要他还活着，楚国的世家便永远没有翻身之日。所以家主命我们进入皇宫，寻找机会除掉他。刺杀韩子安，为何要选择朕在场的时候？家主说，陛下若是亲眼看见韩子安在宫中遇刺，便会明白他掌军之后树敌太多。哪怕今日杀不了他，只要陛下开始忌惮，收回他的兵权，剩下的事情便容易了。陛下难道从未想过，韩子安掌握楚国军政，手中还有2支只听他命令的私人护卫力量？今日他可以替陛下平定世家，将来他也可以。闭嘴！查清所有证据，无论幕后之人是谁，都依法处置。属下领命。只有他的口供还不够，查清来往书信、银钱和参与行刺之人，再行定罪。是抓主谋和直接参与者，没有参与行刺的族人，不得一并定罪。他们刚刚才想杀你，你还准备放过主谋的族人？谁犯下的罪，便由谁承担，不能因为同出一族，便将没有参与的人全部处死，否则以后只要一人犯罪，整个家族都要拼死反抗。就按你说的办。陛下如此听从韩子安的命令，难道便不怕有朝一日楚国只知道韩王，不知道陛下吗？朕将军政交给韩子安，是因为朕相信他的能力。他手握重兵，却从未越过朕给他的权力。他拿下金陵，也没有私吞一座城、1两银子。朕曾经答应过他，只要他不负朕，朕便永远不疑他。这一次，朕仍然信他，将人押下去。证据查明以后，主谋与参与行刺者依法处置，其余人不得株连。属下遵旨。你却不怕他说的是真的？朕怕的不是你夺走楚国，朕怕的是有一天，你会像离开齐国一样离开朕。先传太医。一点小伤不必。这里是楚国皇宫，朕说了算。王爷，越国使臣求见。越国使臣为何不去礼部？越国使臣说，此行所求之事，只有王爷能够决定。让他进来。是。越国使臣拜见韩王。越国派遣使臣来到楚国，却不先拜见陛下，也不前往礼部。外臣此行所求之事，确实只有韩王能够决定。越国国小势弱，数百年来一直受到吴国压制。如今吴国主动进犯楚国，20余万联军被韩王击溃，金陵也已经落入楚国手中，吴国主力已经损失惨重。这是越国摆脱吴国控制的最好机会。越国想要趁吴国虚弱，出兵攻吴。正是，越国愿意倾尽兵力北上攻打吴城，
只求楚国出兵相助。吴国灭亡之后，越国愿意世代向楚国称臣，年年纳贡，永不反叛。吴国刚刚向楚国割地求和，越国却想让楚国立刻撕毁国书，重新发兵，仅凭一句称臣，便要楚军替越国攻打吴国。请，这些金银是我家君上献给韩王的见面礼，只要楚国愿意出兵，越国另有重谢。还有什么条件，一并说出来。只要韩王愿意出兵，越国可以将承诺的金银增加1倍。另外，我家君上愿意将最宠爱的明月公主送来楚国，侍奉韩王。明月公主无论容貌还是才学，都是越国女子之首。我家君上愿意献出公主，足以证明越国的诚意。只要能够摆脱吴国控制，越国愿意付出任何代价。韩王意下如何？吴越交战牵涉2国存亡，楚国一旦出兵，也会改变整个江南的局势。本王不会在王府中私自决定这样的军国大事。韩王认为越国的条件还不够，这件事与金银多少无关，本王需要先向陛下禀明，等楚国做出决定，自然会派人通知你。外臣可以在寿昌等候，只是吴国已经开始重新整顿兵马，越国若是错过这次机会，日后恐怕再也无法摆脱吴国。本王知道了，你先回驿馆。这些金银一并带回去。楚国还没有答应出兵，本王不会收下越国的礼物。外臣告退。相公，你回来的正好，过来看看。谁让你准备的？是朕让上一局准备的，上面的金龙还是朕亲手绣的，朕用了快1个月才绣完。黄色龙袍是皇帝才能穿的衣服。我现在已经是1子并肩王，又掌握楚国军政，若是再穿上这件黄袍，朝中百官会如何看待？现在朝中已经有人称你为帝君，你是朕的夫君，与朕共同临朝本就没有什么问题。你想2圣临朝？你我夫妻共同上朝，不就是2圣临朝吗？称呼是一回事，真正穿上黄袍又是另一回事。只要这件衣服出现在朝堂上，便会有人认为我已经有了称帝之心。朕只是想送你一件衣服，没有想那么多。我知道你没有别的意思，可你是楚国皇帝，有些事情不能只看本意，也要看它会带来什么后果。那朕应该怎么做？将这件衣服烧掉？先收起来。你不喜欢？正所谓无功不受禄，你先前给我的已经很多了，1字并肩王，领兵将领，大司马，还有楚国的军政大权，这些已经远远超过普通臣子能够得到的封赏。可你已经替楚国平定世家，又带领2万精锐击败20余万联军，拿下金陵，这些还不算功劳？当然算，但还没有到穿上这件黄袍的时候。那要等到什么时候？等我建立足够的功勋以后，再提也不迟。什么样的功勋才算足够？等到那一天，我便以天下9州为聘，补给你一场天下皆知的大婚。好，这件黄袍朕先替你收着，等你认为可以穿的时候，朕再亲手为你换上。好。你特意来找朕，应该不只是为了看这件衣服吧？越国使臣来到寿春，他们想请楚国出兵，帮助越国吞灭吴国。越国开出了什么条件？越国愿意向楚国称臣，同时献上金银，作为楚国出兵的酬劳。只有这些？使臣后来将金银增加了1倍。越国皇帝还准备把明月公主送给我。送给你？使臣确实是这样说的。相公觉得这个条件如何？楚国是否出兵，要看楚国能够得到什么，与一名公主没有关系。那你准备答应越国吗？吴国虽然战败，但还保留着不少兵力。越国想要吞并吴国，双方必然会有一场恶战。既然越国想吞并吴国，便让他们先打。你的意思是楚军暂时不动？越国必须先向吴国开战，楚军何时进入战场，由楚国根据局势决定。若是越国即将覆灭，楚国可以出兵保住越国；若是吴越双方两败俱伤，楚国再进入战场，付出的代价会更小。越国使臣恐怕不会轻易接受，他们来求楚国出兵，就是因为担心越军无法击败吴国。没有楚国的承诺，越国根本不敢主动攻吴，这可能是他们摆脱吴国控制的唯一机会。
他们没有其他选择。那你准备答应越国吗？现在不能答应。吴国刚与楚国议和，越国想趁吴国虚弱发兵攻吴，是越国自己的选择。楚国没有必要替他们承担这场战争，那便直接拒绝他们。不必急着拒绝。吴国虽然损失惨重，但手中仍然保留着不少兵力。越国想要吞并吴国，也没有他们说的那么容易。他们若是真的出兵，吴越双方必然都会受到消耗。所以先让他们自己打。楚国不承诺出兵，越国是否攻吴，由他们自己决定。等吴越真正交战以后，楚国再根据局势决定下一步如何行动。越国使臣不是还答应向楚国称臣吗？口头答应没有意义。越国若是真心称臣，就先递交正式的称臣国书。国书没有送到，双方之间便没有盟约。楚国更不会因为一句空话便替越国攻打吴国。金银和明月公主呢？全部退回去。楚国没有答应出兵，自然不能收下他们的东西。军国大事也不能拿一名女子作为交换条件。那便把楚国的意思告诉越国使臣，称臣便先递交正式国书，是否攻打吴国由越国自己决定。楚国不做任何出兵承诺。越国若是真心归附，自然会送来国书。若是他们只想借楚国的兵灭掉吴国，很快便会露出真正的目的。若是他们不递交国书，仍然出兵攻吴呢？那便与楚国无关。等他们真正打起来，我们再决定下一步怎么走。外臣奉我家君上之命，送来楚越两国共同攻吴的盟书。只要韩王在盟书上用印，越国便立即出兵。本王让越国送来的是正式称臣国书，你们现在送来的，为何是一封共同攻吴的盟书？韩王有所不知，越国尚未摆脱吴国控制，此时若是公开向楚国称臣，恐怕会影响前线军心。我家君上愿意承诺，等吴国灭亡之后，越国一定向楚国递交正式国书，世代称臣，年年纳贡。也就是说，越国想让楚军先帮助你们灭掉吴国。至于称臣之事，等越国得到吴国疆土以后再谈。越国绝无欺骗楚国之意，只是时机尚未成熟。正式国书没有送到，楚越之间便没有盟约，楚国也从未答应帮助越国灭吴。这封盟书你拿回去吧。韩王，吴国已经遭受重创，这是越国摆脱吴国控制的最好机会。一旦吴国重新整顿兵马，越国恐怕再也等不到这样的机会。那是越国自己的事情，越国是否攻吴由你们自己决定。楚国不会替越国承担这场战争。送客。使臣请。外臣告退。大人，越国没有等待使者返回，便已经调动兵马。5万越军一路北上，连续击败数支吴军。现在越军已经抵达吴城外，正在砍伐树木，建造工程器械。吴国有什么反应？吴国正在调集剩余兵马守城。王爷，吴国使者求见。让他进来。请。韩王，越国5万大军围困吴城，吴军主力此前已经在昭关折损，吴城现有兵力不足，恐怕抵挡不了多久，请韩王出兵相救。楚国与吴国已经议和，但楚国并没有替吴国抵挡越军的义务。姬文昭凭什么认为楚国会出兵？我家陛下愿意撤去吴国国号，交出国玺，从此以后，吴国举国归入楚国，只求楚国保全吴国百姓与宗室，解除吴城之围。姬文昭可知道，这份国书一旦被楚国接下，吴国便再也不存在了。陛下说，与其让吴城落入越军之手，使百姓遭受兵灾，不如主动归入楚国，至少韩王治军严明，不会纵兵劫掠。吴国宗室也愿意放弃皇位与封地，只求保全性命。立刻将江国送入皇宫，交给陛下。属下领命。吴国既然愿意举国内附，楚国便不会坐视吴城被越军攻破。回去告诉姬文昭，守住吴城，等待楚军抵达。外臣替吴国百姓谢过韩王。传令武安国，命他率领楚军前往吴城，接管吴防防务，但不要急着和越军交战，只需封住越军退路，将5万越军定在吴城外。末将领命。王爷，黑朔龙乡军已经集结完毕，能够立即出发的有多少人？ 1万人。
足够了。王爷，我们去吴城。会稽。王爷，越国主力全部集中在吴城，会稽城中只剩下2000禁军，城内百姓还不知道前线的情况，城门也在正常开放，只有2000禁军。是。越国朝廷认为楚军正在金陵与吴城一带，不可能突然出现在会稽。从军中挑选100名精锐，换上商队衣服，将兵器藏进货车，分批进入会稽。末将明白。军爷，我们的车轮坏了，能不能借些工具？城门马上就要关闭了，把车先推到一旁，明早再修。进城！韩子安，越国已经表示愿意向楚国称臣，你不帮助越国攻打吴国也就罢了，为何还要率军偷袭会稽？这是越国送到寿康的国书，上面写的是楚越共同攻吴，可有一句写着越国正式向楚国称臣。朕已经让使臣说明，等吴国灭亡以后，越国自然会向楚国称臣。等越国吞下吴国的疆土，兵力和国力大增以后，再决定是否称臣。就算越国没有正式称臣，楚国也没有理由进攻会稽。越国5万大军围困吴城，吴国已经向楚国递交内附国书，撤去国号，举国归入楚国。从楚国接下国书的那一刻起，吴地便是楚国疆土。越军继续攻打吴城，便是在进攻楚国。吴国给了楚国什么条件？整个吴国。韩王果然好手段。越国若是在一开始便递交称臣国书，今日的事情不会发生。是你自己想利用楚国，又舍不得手中的皇位。你准备如何处置越国宗室？只要越军停止抵抗，越国宗室可以保全性命，会稽百姓也不会受到牵连。若是5万越军继续攻打吴城，楚军只能将其视为敌人。去执笔来。朕会命令严景山停止进攻，希望韩王遵守承诺，不伤害越国百姓和宗室。只要他们不再抵抗，楚军不会滥杀无辜。封存皇宫与府库，军中任何人不得私取财物，约束城中士卒，不得骚扰百姓。末将领命。让前线将士的家人各写一封平安信，与停战诏书一起送到吴城。明白。姬文昭的内附国书，楚国已经正式接下。从现在开始，越军继续进攻吴城，便是在进攻楚国疆土。5万越军已经围困吴城，楚国一句话便想让我们退兵。本将不是来劝你退兵的，只是来告诉你，会稽已经失守。不可能！韩子安明明还在寿昌。越国皇帝停战诏书在此，会稽皇宫、府库和粮仓已经全部由韩王接管。将军，确实是家父的子继，家中所有人都平安。韩王没有伤害会稽百姓，也没有拿你们的家眷相逼，但会稽粮仓已经被楚军封锁，越军的后续粮草也不会再送到吴城。你们前方是吴城，侧后方是楚军，身后已经没有退路。这5万人还能坚持多久？越军停止攻城！5万将士放下兵器。韩王有令，放下兵器者不杀。启禀陛下王爷，会稽皇宫、府库与粮仓已经全部由我军控制。越国皇帝已经递交降书，严景山也率领5万越军放下兵器。姬文昭按照内附国书中的承诺，交出了吴国国玺。吴越两地的官员、军队与府库正在陆续完成交接。吴越两地全部接管以后，楚国疆域将向东延伸到大海，金陵、吴城用会稽之间的水路，也会全部掌握在楚国手中。吴越两地如何安排？原有官员暂时留任，先登记所有官员户籍及田亩，查出贪污、侵占田地和残害百姓者，再依法处置。没有问题的官员可以继续留任。是否立刻按照楚国税法征收赋税？两地刚刚经历战乱，暂时不得增加赋税。先打开粮仓，稳定粮价，恢复金陵、吴城为会稽之间的商路。等户籍与田亩核对清楚，再逐步推行楚国法令。梁延清，草民在。
你随户部官员前往吴越两地，重新清查户籍、田亩与税册，重点查清隐瞒人口、侵占田地和重复征税的问题。王爷，查出以后如何处置？先将问题和解决办法写成奏报。本王要看的不只是哪里出了问题，还有你准备怎么解决。草民领命。大人，齐国传来消息，齐国镇南大将军沈策已经率领30万大军兵临商丘，宋国都城恐怕坚持不了多久。宋国还能坚持多久？商丘城内人心不稳，沈策确实有些统兵的本事。不过宋国朝廷已经乱了，就算换一个人领兵，商丘也未必能守住。若是齐国灭掉宋国，叶离恐怕又要得意了。不是恐怕，他一定会将灭宋之功全部算到自己头上。在他看来，只要齐国还能打胜仗，就证明当初赶我离开没有错。你倒是了解他。启禀陛下，沈将军已经攻破商丘，宋国皇帝与文武百官全部被俘，宋国国玺也已送往临淄。好，好得很。臣幸不辱命。朕早就说过，我大齐猛将如云，兵锋所指，无往不利。即便没有韩子安，大齐一样可以灭国，一样可以开疆拓土。陛下知人善任，沈将军才能一战灭宋，此等功绩足以名垂青史。陛下登基以来，平定内乱，开疆拓土，如今又灭掉宋国，功绩已经远超历代先皇。臣以为应当在临淄城西修建一座新宫，再为陛下修建一座雕像，以纪念陛下的不世之功。陛下不可！齐国连年征战，国库消耗严重。宋帝刚刚归入齐国，也需要赈济百姓，修复城池。此时修建宫苑，只会劳民伤财。不过修建一座宫苑，如何能动摇齐国根基？况且陛下灭宋开疆，难道不该留下纪念？宋国百姓刚刚经历战火，这个时候征调民夫，不是让他们雪上加霜吗？够了，西苑可以修，但规模不必太大。各地征调民夫也不能耽误农业，朕意已决。陛下，楚国急报，说韩子安率领1万黑毛龙仙军突袭越国都城会稽，越国皇帝已经投降，5万越军也在吴城外放下了兵器。吴国皇帝交出国玺，撤去国号，吴越两国已经全部归入楚国。韩子安带了多少人？1万人。不过是趁越国主力不在，偷袭了一座空城。沈策第一次独自领兵便能灭掉宋国，日后未必会输给他。西苑照常修建，要让天下人看看，没有韩子安，齐国一样可以强盛。王爷，这是吴越两地第一批清查结果，当地官员隐瞒口、侵占田亩的情况，比草民料中还要严重。还有一些地方，朝廷明明已经下令减免赋税，官员却依旧按照原来的数额征收。百姓不知道朝廷下过什么命令，地方官员说多少，他们便只能交多少。许多百姓不识字，即便将诏令张贴出去，他们也未必看得明白。让礼部发行报纸，报纸将朝廷的新政、税赋、官员任免和各地发生的大事印在一张纸上，除了在城中出售，还要送到各地衙门、驿站和茶楼，让识字的人当众念给百姓听。若是上面全部都是朝廷制令，普通百姓恐怕不会专门花钱购买。所以除了报纸，再发行几种杂志，里面可以刊登历史、杂谈和小说，只要百姓愿意主动去看，朝廷的政令自然也能传下去。小说由谁来写？先由我写一篇。相公，后面的呢？什么后面的？当然是后面的内容。这少年被人退婚之后，已经立下3年之约，接下来他要如何恢复修为，又如何击败那个有眼无珠的女人？我才将开头送去礼部，你从哪里拿到的？朕让礼部多印了一份。陛下，我这里还有一堆事情要处理，吴越两地的官员需要核查，户籍和田亩也没有整理完。你一直追着我催更是什么意思？好相公，亲爱的相公，求求你了，就快点更新吧。那些政务可以先交给下面的人，你先写一张，哪怕只有1张也好。你是楚国皇帝，怎么能为了看一本小说，把朝廷政务扔到一边？朕没有扔下朝政，朕只是让你先写1张。没有。半张呢？
那你告诉朕，3年以后那个女人到底会不会后悔？等杂志发行以后，你自己看。那你今天什么时候写？等我看完这些奏报。这是你自己答应的。陛下，您让人从楚国带回来的新一期杂志到了。黄河大峡的后续在什么地方？奴婢没有看过，只听送书的人说，这一期又刊登了一篇新小说。仗剑走天涯，武功尽失你退婚，我无敌你毁啥？奇了怪了，为何还要在下面写这么长的名字？没了，为何只有这么一点？这本书的作者到底是谁？为什么就不能多写一些？朕要看那有眼无珠的未婚妻后面是如何后悔。来人！臣拜见陛下。朕现在给你一个任务，立刻派人前往楚国，找到《仗剑走天涯》的作者。找到以后该如何处置？威逼也好，利诱也罢，都要将他带到齐国来。如果他不愿意，就绑也要给朕绑来。臣遵旨。大人，沈策灭宋以后，又接连攻下莒国、永国和成国。鲁国也在战败后向齐国割让了2郡。叶离已经将沈策晋封为大司马。齐国各地的兵马和粮草正在向下邳集结。齐国才连续打了这么多仗，叶离还准备继续出兵。下邳已经聚集了40余万兵马，后续军队还在不断赶来。按照目前的规模，最后很可能超过60万。他的目标是楚国。沈策接连取得胜利，叶离已经认定他可以取代我。现在周围的小国都已经满足不了他，想要证明当初的决定没有错，他只能来打楚国。吴越2国并入楚国以后，楚国疆域已经威胁到大齐南境，朕决定出兵伐楚。陛下，齐军已经连续征战许久，各地粮仓消耗严重，新得疆土也尚未稳定，不如先休整一段时间。齐国接连灭国，正是兵锋最盛之时，这个时候停下来才会错失良机。朕给你60万大军，下邳城中的粮草、船只和兵器也全部交于你调动。朕要你攻破寿春，灭掉楚国。臣定不负陛下所托。至于韩子安，必须活着带回临淄，朕要让他亲眼看一看，没有他，大齐一样可以君临天下。大人，齐国已经正式下令，沈策担任南征主帅，集结60万大军攻楚。看来叶李如是动真格了。60万大军，我们要在什么地方应敌？吴汉立，属下在。让黑兵台提前进入曲阳。曲阳是齐军多年前设置的后方军阵，城内有粮仓、马厩和军械库，城外还有8座驻军营地。北面的官道、东面的石桥和西面的渡口，都在曲阳附近汇合，由黑兵台带路，挑选3000精锐，分批混入曲阳。城中百姓和粮食也要提前转移。属下明白。你认为沈策最后会进入曲阳？只要下邳失守，他就没有其他地方可去。可他现在还没有出兵。他会来的，叶离不会放弃这个机会。相公，真的没问题吗？齐国的变法已经执行了10余年，论国力远在楚国之上，更不要说齐国兵多将广，许多将士都是身经百战的精锐。我们的新军才操练了多久？我有5胜，齐军虽然势大，但无能为力。哪5胜？齐军劳师远征，长途奔波，将士必然疲惫。楚军在本土作战，可以以逸待劳，这是第1胜。齐国60万大军看似声势浩大，但其中很多都是刚刚征召的新兵。真正跟随我南征北战的精锐，早已被叶离清洗和消耗得所剩无几，这是第2胜。60万人每天消耗的粮食，都是一个天文数字。齐军所有粮草都要先汇聚到下邳，再通过水路送往前线，他们无法久战，这是第3胜。还有2胜呢。沈策接连击败的都是已经衰弱的小国，他的能力确实不差，但还不足以跟我相比，这是第4胜。齐国现在强敌环伺，国内又在修建西苑，叶刘却敢集结曲国之力南下，后方根本没有多少余力，这是第5胜。你准备怎么打？第1战，先败。先败？
沈策现在虽然接连取胜，却依旧不敢小看我。若是第一战便让他受挫，他不会继续冒险深入。只有让他相信我已经重伤，楚军失去主帅，他才敢不断向寿春推进。大人，箭手已经安排妥当，箭头已经磨钝，只会钉在护心甲上。赵正安与武安国负责接应。楚军退兵时必须保持阵型，不能真的溃败。沿途城池提前撤走百姓和粮食。齐军每占领一座城，便要留下兵力守城。等他们走到寿春，60万大军自然会被分散。然后夺取下邳，逼他们回曲阳。下邳一失，齐军便断了粮道。曲阳是距离他们最近的后方军阵，那里有现成的营地和粮仓。沈策只能先去曲阳整顿兵马。可是曲阳城外还有8座军营，数十万齐军不会全部进入城中。不需要全部进城，沈策与中军必然会进入城内，其余大军分驻城外各营。黑兵台负责切断指挥，楚军负责封锁道路、石桥和渡口。只要沈策进了曲阳，这支大军便走不出去了。这一战不能赢，但也不能让齐军看出我们是在故意退兵。王爷，齐军那边的箭手可靠吗？是黑兵台埋在齐军中的老人。箭头已经磨断，射中的位置也会避开要害。里面还有一层铁板，只要距离足够远，箭矢伤不到我。可即便如此，还是太过危险。不让沈策亲眼看见我中箭，他不会相信。等我落马以后，你们立刻护着我撤退。各军按照预定路线后撤，不得争抢，不得混乱。末将明白。那便是韩子安。正是。传令全军，今日若能击败韩子安，楚军必然军心大乱。王爷，快把将军抬走！韩子安中箭了，传令全军乘胜追击。大人可曾受伤？只是有些疼。韩王中箭，性命攸危的消息已经按照计划传出去了。继续撤。陛下，大将军传来捷报，前线如何？我军在淮河大破楚军，韩子安于阵前中箭落马，楚军随后丢盔卸甲，狼狈逃窜。沈将军已经率军乘胜追击。好，好，好！大将军真不愧是我大齐栋梁。经此一役，楚军主力尽丧，齐军便可长驱直入。韩子安伤势如何？探子看见箭住胸口，楚军正在各地寻找名医，想来伤势极重，可有性命之忧。正是要让他活着看清楚，没有齐国，他根本什么都不是。若是就这么死了，岂不是便宜了他？韩子安，你在齐国时凭借大齐兵强马壮才取得了那些功劳，离开齐国以后便连沈策都不是对手。可惜到头来你还是原形毕露了。齐军已经连续占领5座城池，虽然城中百姓和粮食都提前撤走了，但照这样下去，他们很快便会抵达寿春。沈策每占领一座城，都要留下兵力驻守。他走得越远，手中的兵力便越少。你准备一直让到寿春？对外继续寻找名医，城中的太医也要每天进出偏殿，不能让齐军发现我的伤是假的。大人，齐军主力已经抵达寿春城外，沿途留下了近5万守军。沈策接连传回捷报，下邳守军已经放松了戒备。下邑北门现在由谁镇守？北门守将曾经在金龙黑甲军中任职，他跟随大人征战过数年，后来被调往下邳。黑兵台已经与他取得联系。赵正安准备的如何了？1万黑绰龙将军已经在寿春东门外集结，随时可以出发。我重伤的消息继续封锁，太医仍旧每日进出偏殿，不要让沈策发现异常。大人准备什么时候前往下邳？今晚，走泗水旧道，绕开齐军沿途驻地，天亮以前赶到下邳北门。属下明白。将军，城外来一支骑兵，人数看不清楚，也没有点燃火把。可曾看见旗号？没有。城外何人？是我。王爷，前线不是说你已经身受重伤了吗？那是说给沈策听的。打开城门。末将奉命镇守下邳，若是擅自开城，便是死罪。你可以不开，
也可以现在让人放箭，但沈策已经将下邳主力全部带往寿城，城中剩下的守军挡不住黑朔龙轩军。本王不想让曾经跟随我的旧部白白死在这里。将军，真的是韩王？当年若不是王爷，我们早就死在北境了。打开城门。是。下邳守军主力已经离城，北门也已经打开，你还准备继续抵抗吗？下官愿意献城投降，只求韩王保全城中百姓与守军。打开粮仓与府库，命令城中守军放下兵器，只要不再抵抗，本王不会滥杀无辜。下官遵命。王爷，齐军南征所需的粮草几乎全部储存在下邳，城中还有大量武器、甲兽和运粮船只，封锁水路，已经离开下邳的粮船，一艘也不能送到沈策手中。末将领命。将军，不好了，下邳城失守了。你说什么？一支运粮车队混入下邳，突然控制城门，随后又有一支楚军冲入城中。下邳太守见势不妙，已经投降，城中的所有粮草辎重都落入楚军手中了。不可能，韩子安不是已经中箭，现在快要死了吗？他怎么可能出现在下邳？说，你是不是在谎报军情？末将不敢，下邳确实已经失守。将军，下邳是我军粮草汇聚之地，军中携带的粮食只够支撑数日，若是不尽快回军，50余万大军必然断粮。传令全军，放弃进攻寿张，立刻退往曲阳。先在曲阳补充粮草，重新整顿各营，然后在北上夺回下邳。前线还没有新的捷报。下邳失守以后，水路消息已经中断，陆路传递需要时间，目前还没有沈将军的消息。沈策手中有60万大军，区区一座下邳，顷刻间便能收复。韩子安不过是大将军的手下败将，一切阴谋诡计，在绝对的实力面前都是虚妄。陛下所言极是。立刻清点城中粮仓。是。将军，城中粮仓是空的。空的？里面只有表面堆放的几百袋粮食，后面的粮仓全都是空仓。不好！传令全军，立即离开曲阳，保护中军。沈将军，不要乱动。沈策，你没有受伤？如果本王不受伤，你怎么会一路追到寿春？又怎么会在下邳失守以后，带着大军退入曲阳？沿途城池下服曲阳，这一切都是你提前安排好的。从齐军集结南下开始，曲阳便是本王为你准备的地方。我手中还有50余万大军，你真以为关上几座城门，便能让他们全部投降？你可以让他们继续打，但下邳已经失守，曲阳也没有粮食，北面的官道、东面的石桥和西面的渡口都在楚军手中，你和中军将领也已经被俘，这50万人还能坚持多久？韩王有令，放下兵器者不杀，普通士卒登记造册，伤者可以得到救治，负隅顽抗者按敌军处置。将军，我们怎么办？韩王从不杀降兵，下令全军放下兵器。可我们是齐军，继续抵抗，只会让弟兄们白白送命。传令北营，放下兵器。王爷，北营投降以后，其余7座军营也陆续放下了兵器。50余万齐军已经停止抵抗，各营正在分别登记。沿途留守的齐军失去主帅和军令，也已经有人开始投降。大人，战报如何处置？如实报回寿昌。齐国那边也不必瞒着。王爷，齐国南征总兵力60万，曲阳城内外受降50余万，剩余兵马或是死伤，或是被留在沿途城池。如今各地守军已经失去统一指挥，齐国南征军已经不复存在。传回寿春，齐国俘虏如何处置？先保证粮食和伤药，具体如何安置，等明村全部整理完再说。末将明白。若是一切能回到起点，该有多好！那个时候，你还在临淄。陛下，出大事了！前线怎么了？
下邳失守以后，沈将军率领主力回撤，大军进入曲阳军阵休整时，遭到楚军里应外合，沈将军与中军将领全部被俘。曲阳城外的道路、石桥和渡口也全部被楚军封锁。我军50余万主力已经在曲阳放下兵器，沿途守军失去指挥，南征60万大军已经全线覆灭。怎么可能？朕的60万大军怎么可能全部陷在曲阳？韩子安不是已经重伤垂死了吗？他怎么可能又出现在下邳和曲阳？说，你是不是在谎报军情？你说啊！奴才不敢欺瞒陛下，韩子安根本没有受伤，先前的中计和楚军败退，全部都是他设下的计谋。王爷，城内外的齐军已经全部登记，受伤的士卒被集中安置在城南军营，其余齐军也都已经分开看管。粮食还够用吗？曲阳原本的粮仓虽然已经搬空，但下邳储存了大量齐军粮草，第一批粮食已经运到曲阳，只要控制好每日发放的数量，暂时不会出现问题。俘虏的口粮不能克扣，楚军将士吃多少，他们便吃多少。伤者需要的药材也从军中统一调拨。末将明白。大人，临淄传来消息，叶离已经将曲阳战败的消息封锁，临淄四门全部加强了戒备。齐国兵部也开始重新清点各地兵马。齐国还能调动多少人？南征军全军覆没以后，能够立即调动的正规军只剩临淄4大营、御林军和南境部分守军，总兵力不会超过15万。不过齐国境内还有大量轻壮，叶离若是继续征兵，短时间内仍然可以拼凑出一支军队。王爷准备继续进京。叶离集结60万大军南下攻楚，如今战败，若是楚军就此停下，他只会认为自己还有重新来过的机会。等齐国再次征兵筹集粮草，用不了多久，他便发动第2次南征。那王爷的意思是北上？王爷准备进攻木林关，命各军做好准备。曲阳留下5万兵马看管俘虏，控制周边道路，其余兵马返回受攻整顿。大人不从曲阳直接北上？曲阳一战虽然没有损失多少兵马，但各军连续作战，粮草和军械都需要重新补充。北伐不是追赶一支败军，木林关后面是整个齐国，这一仗不能急。曲阳的事情才刚刚结束，你便准备北伐？不是我想继续打，是这场战争还没有真正结束。叶离既然敢举齐国之力进攻楚国，就必须承担战败的代价。楚国现在能够调动多少兵马？38万，30万主力随我前往木林关。武安国率领8万人从下邳出发，沿4时北上。若是曲阜守军不出，他便将曲阜定在原地；若是曲阜兵力空虚，便继续向北推进，牵制临淄东南方向的兵马。赵正安不随你北上？曲阳还有50余万俘虏，除了赵正安，其他人未必压得住那里。况且他留在曲阳，也能保证北伐大军的后路。那里是齐国南境国门，听说当年赵国与魏国20万联军，就是在那里败在你的手中。是。如今守关的是谁？左贵人，以前是金龙黑甲军的一名校尉，后来跟随我征战多年，凭军功升任将军。叶离让你的旧部镇守木林关。齐国经过几次清洗，又接连折损大军，他现在能够使用的将领本就没有多少，即便他不愿意，也未必能找到更合适的人。他会为你打开关门吗？到了木林关，自然会有答案。相公，你这一次不是替齐国出征，也不用再将所有事情都压在自己身上。楚国有30万大军，也有满朝文武，遇到危险，不要再像以前一样独自冒险。我只是去拿回一个公道，不会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。你每次出征之前都是这么说。等我回来。好，朕在寿春等你。陛下，楚军已经在寿昌完成集结，韩子安亲率30万主力北上，另外还有8万楚军从下邳出发，正在沿泗水向秦阜方向进军。韩子安现在到了哪里？楚军前锋已经进入齐国南境，按照目前的行军方向，韩子安的目标应该是木林关。
真的回来了。陛下，齐国现有兵力已经全部清点完毕，临淄4大营共有5万余人，御林军2万人，南境各城和曲州附近还能调动5万人左右。其余地方守军不能轻易抽调，若是全部调走，齐国北境和西境便会无人防守。木林关需要多少人？木林关城高墙厚，又有齐国南班长城相连，若只是守关，5万4大营足以支撑。但韩子安亲自领兵，臣不敢保证能够守住多久。那是齐国经营数百年的雄关，5万精锐依托关隘，难道还挡不住韩子安？臣不是这个意思，只是韩子安熟悉木林关内外的所有的道路，守关将士之中，也有不少人曾经在他麾下任职。那便换掉这些人。怎么不说话？陛下，4大营中服役超过5年的将士，几乎都曾经跟随韩子安征战。若是全部换掉，便只能让没有经历过战事的新兵前往木林关。齐国养了数十万大军，为什么到最后所有能打仗的人都是韩子安的旧部？陛下，魏赵清辽今燕6国使臣求见。宣，外臣奉6国君主之命，前来与齐国商议合纵抗楚之事。 6国愿意出兵。韩子安吞并吴越，又以曲阳一战击溃齐国60万大军。如今楚军继续北上，若是齐国被楚国吞并，九州东部便再也没有国家能够制衡楚国。6国愿意联合出兵，与齐国共同抵御韩子安。 6国能够出动多少兵马？各国已经开始集结兵马，主力全部抵达以后，总兵力可以超过80万。 再加上齐国现有守军，足以形成100万之众。6国有什么条件？齐国负责供应联军在境内作战所需的粮草，战时由魏国陈灵王魏协统筹各国军令。等击退楚军以后，各国再分别退兵。陛下，万万不可！让6国大军进入齐国腹地，无异于引狼入室。这些国家过去都曾经被齐国击败，他们此次出兵，未必是真心帮助齐国。 楚军已经进入齐国南境，韩子安的兵锋正朝着临淄而来。齐国若是认为不需要6国相助，我们现在便可以离开。齐国接受6国的条件，联军所需粮草由齐国负责筹集，军事调动也可以由魏协统一安排。陛下，难道你还有更好的办法？告诉6国君主，韩子安只有30万主力，只要木林关能够挡住他。 6国联军便可以从侧面包围楚军，这一战，齐国绝不会败。外臣会将陛下的话带回去。大人，叶离已经接受6国提出的条件，6国推举魏协为联军主帅，各国兵马正在向齐国聚集。他们的计划是由木林关拖住我军主力，再集中兵力击败武安国率领的偏师，随后从侧后方包围木林关。 将大人困在齐国南境。 6国主力抵达齐国还需要多久？各国距离不同，骑兵会先行抵达，步兵、粮草和工程机械还需要一段时间。目前真正进入齐国境内的兵马并不多。各国都想让别人的兵马先与楚军交战，这80万人看起来声势浩大，真正能够同时调动的却没有多少。是否改变进军路线？不必。 6国将所有希望都放在木林关上，那便先去木林关。左贵人那里，黑冰堂还没有收到确切答复。他既没有向叶如表忠，也没有答应为我们打开关门。他在等，等什么？等我亲自到木林关。木林关守将还是左贵人？是，左贵人镇守木林关多年，对关内外地形十分熟悉。齐国现有将领之中，没有人比他更加适合守关。 他跟随韩子安多久？7年。他最初只是军中校尉，后来在几次战役中立下军功，才被提拔为将军。果然又是韩子安的旧部。朕命你前往木林关担任监军，关中所有军令必须由你过目。若左贵人有任何变动，你可以直接将其拿下。奴才遵旨。告诉木林关守军，射杀韩子安者，封万户侯；若能活捉，封王。 奴才一定将陛下的旨意传达给所有守军。朕不管左贵人以前是谁的部下，他现在领的是齐国俸禄，守的是齐国疆土。
若是他敢背叛朕，左家上下一个都别想活。奴才明白。左将军，陛下已经下旨，射杀韩子安者，封万户侯。若是能够活捉，便可封王。韩子安身边有30万楚军，真有人能够从30万大军中将他活捉，封王也不算过分。左将军好像并不在意陛下的封赏。大敌当前，本将只在意如何守住木林关。听说左将军以前在韩子安麾下任职，还曾经被他亲自提拔。齐国军中曾经跟随韩王的人很多，本将并不是唯一一个。韩王？韩子安已经被陛下剥夺爵位，如今更是率领楚军进犯齐国。左将军还称他为韩王，莫非心中仍然认他这个旧主？韩王的爵位是先帝与陛下亲自册封，本将跟随他征战多年，一时没有改过称呼。监军若是认为本将有罪，可以直接上陛下。本监军自然会将今日的事情如实禀报。不过在此之前，本监军还是要提醒左将军，你的家眷都在临淄子，木林关若是出现任何差错，陛下第一个追究的便是左家。监军是在威胁本将。本监军只是在提醒你忠于陛下，不要因为过去的一点旧情，便忘记自己现在是谁的臣子。将军，楚军前锋出现了。将军，真的是王爷。本将看见了。末将原以为这辈子都不会再见到王爷。什么王爷？城外只有率军进犯齐国的叛贼，再有人乱喊，本监军立刻军法处置。多年不见，左贵人，你已经是镇守一方的将军。韩子安，你已经被陛下剥夺爵位，又率领楚军进犯齐国，如今还敢孤身来到木林关下？你是谁？本官乃是陛下亲自任命的木林关监军孙仲。陛下有旨，射杀韩子安者，封万户侯。你立即放箭！末将曾跟随韩王在漠北征战，这支箭，末将射不出去。临阵抗命，再有抗命者按军法处罪。所有工兵立刻放箭！城上的将士听着，10年前齐国大乱，是本王带着你们夺回临淄，赵魏20万联军进犯，也是本王与你们守住木林关。后来白狼山漠北，城上应该还有跟随本王征战的人。本王在齐国10年，可曾扣过你们一文军饷？可曾让你们替韩家争过1寸土地？又可曾让任何一名齐国将士替本王做过谋反之事？叶离以谋反之名逼本王离开，他给本王定下罪名时，本王没有调动一兵一卒，也没有让任何人违抗朝廷。今日你们若认定本王有罪，尽管放箭。末将不相信韩王谋反，只要王爷一句话，数10万大军都会跟您杀回临淄。您若真有反心，何必等到今日？恭迎韩王！恭迎韩王！你们的家眷还在临淄，陛下一定会将你们全部满门抄斩。左贵人，你想干什么？他没有死在敌军手中，却因为不愿向曾经的主帅放箭，死在了你的剑下。他抗旨不遵，死有余辜。整个木林关的将士都不愿放箭，你是不是准备将我们全部杀爽？本官早就看出你与韩子安暗中勾结，等本官将此事禀报陛下，左家上下全部都有。韩王为齐国征战10年，从未负过齐国，叶离却以谋反之名逼他离开，又接连葬送齐国大军，如今还要我们替他射杀韩王，本将做不到。愿意继续为叶离卖命的人，现在可以拿起兵器，打开木林关，迎韩王入关。末将领命。末将左贵人参见韩王。本王还以为你会守在关上与楚军死战。王爷为了齐国征战10年，从未做过对不起齐国的事情。末将不能带着旧部与您死战。你的家眷还在临淄，末将已经安排他们离开。即便没有来得及，也不能让关中数万将士白白犯刑。本王不会强迫关中将士加入楚军，所有人先留在原营。愿意继续从军者重新登记，不愿意的人，战事结束后可以回家。传令各军依次入关，不得抢夺财物，不得骚扰百姓。6国援军到了什么位置？魏国骑兵已经进入齐国西境，赵国、秦国和燕国的前锋也在赶来，最迟再有几天
第一批援军便能抵达临淄附近。只要左贵人能够挡住韩子安，等6国援兵抵达，他便难以抽身。木林关还没有送来消息。韩子安率部抵达以后，南境消息便慢了下来，目前还没有最新军情。左贵人手中有5万4大营精锐，又有木林关天险，守住几天总不会有问题。陛下，木林关急报，楚军开始攻城了。楚军没有攻城，韩子安独自来到关前，孙坚军命守军放箭，数万齐军没有一人奋命。孙坚兵处死了1名抗命士卒，可仍然无人放箭。那是朕的4大营，他们为什么放箭？韩子安提起过去10年的事情，他说自己从未让齐军替他谋取私利，也没有命令任何人参与谋反，还说若将士认定他有罪，尽管放箭。然后呢？关上的将士纷纷放下兵器，数万守军跪在城上，高呼恭迎韩王。左贵人呢？左贵人杀了孙坚晕，随后打开木林关，迎韩子安入关。楚军没有损失一兵一卒，现在已经开始通过木林关。不可能，左贵人是齐国将领，4大营也是朕的军队，他们怎么可能全部投降？一定是左贵人早已与韩子安勾结。陛下，关中许多将士都曾经跟随韩子安征战。陛下。